Hello，摩羯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我们摩羯座的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吗 ？OK 好。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呢，某部分的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呢，你们最近会想要去买这个后背包哈，就是后背包或者是电脑包都可以哈。就最近这2到3周，你可能有这样子想要购物的这个品项，我觉得呢，蛮适合你去做的哈。因为呢，我感觉你好像蛮讲究的，在研究，比如说什么样的牌子啊，可能品牌比较好啦，然后或者是材质啊等等之类的，还蛮讲究哈，很务实的这个摩羯座的朋友 ，OK 哈。所以呢，最近如果刚好你要买包哈，那当然，如果假设你不是买后背包、电脑包，可能是想要买精品包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哈，也是可以啦哈。最近呢，我觉得你会入手一些你自己蛮喜欢、不错的这个款式 ，OK 好。好，那第二个呢，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这2到3周呢，摩羯座的朋友们呢。蛮适合这个樱桃红的哈，这个樱桃红是有点酒红，哈，不是鲜红的颜色。所以最近呢，如果你有这些服装啊、配件啊、饰品啊、指甲油啊，哈，甚至是我感觉呢，我搞不好多吃樱桃也可以哈，因为它是樱桃红的颜色 ，OK 哈，我感觉你整个能量呢，会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颜色哈，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形容一下吧哈，就看起来非常动人。大家会感觉到你的这个吸引力哈，就是你很容易会因为这个颜色或这个配件吸引到别人的目光。OK 哈，好，那第3个呢，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最近这2到3周呢，某部分的摩羯座的朋友们哈，你会特别对于玄学的东西特别有兴趣比如说研究一些什么经文啦哈，研究一些什么神秘学啊、宇宙的东西啊，或者是研究牌卡也都可以，甚至有一些人呢，你们最近想要购入一些有关于这些的相关的工具啊、器材啊，或考相关的这些证照或灵气等等之类的，这个都 OK 哈。就最近这2到3周，你会觉得你的这方面的这个天赋吧或直觉打开的这种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呢，这2到3周倒是蛮适合你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提升。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进入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在进入今天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2024年的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的线上试听会即将又要展开咯。如果呢，你想要来学习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转化你的思维，突破限制性的框架以及信念，甚至呢，你想要摆脱这些旧有重蹈覆辙的模式以及习惯，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宇宙小学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听会呢，是举办在台湾台北6月9号的晚上8点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体验怎么样来参与小学堂的课程，以及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也都会在试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想要来参加报名跟体验的同学们呢，欢迎你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都会把详细的资讯跟连结附在上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刚刚呢，如果假设哈，不好意思，他们叫我补充一个讯息。刚刚的第3个开场讯息哈，如果假设你本身呢平常哈是不太相信这种事情的摩羯座的朋友们你反而会开始身边发生一些好像是很神奇般的事情，或一些巧合，让你开始渐渐会愿意去探索这类型的东西。OK 好，来这一次呢，你的这个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你的挑战牌卡是圣杯8。那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宝剑5。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摩羯座的朋友们，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好，请稍后哦哈。我觉得摩羯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周呢非常有趣哈。我觉得在这2到3周你遇到的这个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你不是不爱这个人，或不是不喜欢这个梦想，或者是不是讨厌这个你想追求的事业哈，你是有更多其他的考量会在这2到3周的状况出现，所以会引导你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来跟你做一个解释哈。首先呢，这个是你的圣杯8，这是你的挑战牌卡，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解说。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的是隐士牌卡，抽到的是宝剑8，抽到的是权杖4。OK 哈，这3张牌卡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是有一个稳定的交往对象，或者是稳定发展的工作机会，或者是你在创业整个基底，其实说实在的也打得不错的。OK 哈，所以在这样跟你交手相关状况元素当中呢，其实这个东西哈，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我这样讲好了，没有什么太不好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什么很我怎么形容比较好呢？就这件事情啊，符合你的理想，好吧？我这样讲，比如说这个关系符合你的理想，这样的工作待遇符合你的理想，这样子的创业的目标也达到你的理想。目前在过去的能量场是这样的，可是呢，这个东西呢，却引发了你去思考一个你内心层面比较希望能够解套的地方。 OK， 这个地方要麻烦请你们灵活运用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哈，因为这个是一个宝剑8，这个女生坐在这个镜子面前，觉得她自己被捆绑哈，上面有很多乌鸦哈，这传说中的乌云罩顶是吧 ？OK 哈，然后来到这边有一个隐士牌卡，你坐在这个就是你漂浮在半空中。正在思考，好，你这边是在你身体这里哈，是发光。我个人会感觉，你看到这2个人都是坐着 ，OK， 这个人在看着远方，这个人在看着这些乌鸦，还有自己被捆绑住的地方。我会觉得哈，这边我举几个例，但是你们要自己去想，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例如说，假设这一段关系好是很稳固的，对吧 ？OK， 可是呢，例如说你想要孩子，对方不想要孩子；你想要结婚，对方不想要结婚，哈，或者是你想要什么东西对方却不想要这样子。OK， 哈，这一段关系其实是 OK 的，就像我跟你讲权杖4，可是这个东西会引发你去思考，我会不会因此局限的可能性？例如说，没有小孩，那未来如果我想要小孩怎么办？如果没有结婚，我现在觉得可以，但是以后万一我反悔了怎么办 ？OK， 就有点像说，你现在在创这个创业好了，比如说你有3项产品好了 ，OK 哈，3项都卖得很好，那我要不要去拓展一下？就是第4项、第5项、第6项，这把资金拿去投入新的项目 ，OK 哈。那当然这边呢，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的摩羯座的朋友们，你们会去参考别人的意见，比如说前辈就会跟你讲哎呀，不要这样子冲动开分店把这个本店顾好了，就这样。所以相对的，在这样的建议、这样的想法或外来的人给你的一些这些状况的分析之后，你会觉得我会不会因此而受限、捆绑在里面？可是我必须要告诉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哈，你注意看这个人其实真实的状况是没有被捆绑的，他是看到自己认为自己被捆绑，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在想象当中，我好像被限制了，我好像被捆绑了，我好像没有办法施展我的拳脚，因为我手脚被绑起来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虽然有这样的状况，有一点心理上面的这个涟漪，但是我觉得你还不至于到就是完全被牵走了，或者是完全进入到这个幻象里面，因为你是一个智者，你是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些东西，但是由于这些东西还没有一个拍板定案，所以你现在浮在半空中还没有着地。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状况，这个关系或者是这个什么东西，对你来讲，你现在正在专注的还不错的这个基底的这个，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外在是这样，但是我的内在呢？因为这个镜子是照耀出你自己内在心中的想法，想要去拓展的，想要去发挥的，想要不受限制的，想要能够有更多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这个权杖4没什么事我们先不要破坏它。OK 好，那来到这个宝剑8呢，你也会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情绪或挣脱这样子的现况。所以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你抽到的是命运之轮，抽到的是宝剑3，抽到的是恶魔牌卡。OK 好，这几张牌卡呢，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我觉得你想要考虑去驾驭你自己的命运，你不想因此而受限制，你希望能够去摆脱这些东西，所以你脚下站着虽然是命运之轮可是你是站4个圈圈，象征的是钱币4，你希望能够有所突破，你希望甚至有些人你们想要赌一把。所以你的这个叫什么？脖子上带着一个骰子 ，OK， 这个骰子有点像是我想要赌一把。OK， 这个骰子骰下去，你大还是我小，我们不知道。但是这边有一个宝剑3呢，我觉得你想驾驭在这个命运之轮之下，你想突破这些框架，你想要冲一把但是你知道这边可能会引来一些伤心的状况。例如说，我们就这样讲你这个婚姻是很好的。但是你觉得你想要，比如说假设我就举个例，你想要离开你现在国家去国外深造，但是一去你就觉得说那个就是我真正理想的目标，可是家人他们不愿意离开你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个拉扯，可是你又觉得那个对我的梦想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在思考到底该怎么样做会比较好。还有这个是不是真的只是我心里想而已？或许根本我不需要一定要去国外或者是比如说我这里
顾得这么好，我何必去想东想西呢？我觉得在这样的思绪过程中的拉扯，你不是不爱你的家人，你是有一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讲，你想尝试，你想突破，你想拥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告诉你，你在这2到3周跟一个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呢，你不是不爱他，你不是不想要他，你是在想你有没有更多的可能跟希望。OK，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造成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当中呢，会有一些状况产生，因为你也不想要看到这个宝剑3的这个状况。OK 哈，而且这个宝剑3呢，我可以跟你讲哈，这个比如说假设好了，你就决定好，我决定我要抛下一切，我要去其他国外这个国家发展。这个宝剑呢，它其实在这里哈是有2道裂痕的，你知道这个对你也伤，对对方也伤。好，你不是那种义无反顾的就去啊哈，反正我很开心啊，不是的，你心里也会受伤。OK 好，所以呢，这个恶魔牌卡就会变成是这样子，我到底该怎么样？好，去比如说克服我自己的欲望，或者是去在这中间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因为你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傀儡被这个恶魔绑住的 ，OK， 我真的内心很想渴望追求我的梦想跟理想，但是我又必须把我的家人可能先暂时丢在原地，类似像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担保他们我什么时候会回来，好，或者是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会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的考验就是要不要把所有过去投入的东西放下，而朝向你真正想要去的方向，这个就是你在这2到3周非常重要的考验。所以当然，如果你这中间过程当中有牵涉到一些关系的话，你可能必须要能够跟这个关系当中的这个人去开诚布公，去讨论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小众的摩羯座的朋友们，这个事情在以前就已经有发生了，可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讲清楚、说明白，而这一次是有一点真正我们要正式进入来洽谈，或正式进入来商量，或正式可能要拐一个弯。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就是你敢不敢勇敢的转身朝向你想要的方向，或者是你要不要决定你到底该怎么做？你要留在这里，你还是你要选择离开？因为这个朝向太阳的地方呢，这个是圣杯2，你把圣杯8留在原地，所以你有可能会想要试着去追求或闯荡看看，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有的人可能是赌一把，我想去试看看，我只是想要拓展其他的产品线，就算可能会赔光，但是没关系，我就是想去试看看，类似像这样。那你也可能会听到前车之鉴，你就觉得说好吧，那就守好这里好了，我不要没什么事开分店，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哈，这有可能是你这2到3周的考验。所以在未来呢，你的能量场抽到是权杖女王，抽到的是圣杯7，抽到的是权杖1。OK 好，我个人会感觉这3张牌卡呢，在你未来的状况呢，不管你是选择哪一派哈，我可以告诉你，你未来能量场有点像这样哈，就是哇，我好开心啊，我终于去做我自己想要的事情了。OK 好，或者是你留在原地也没关系，你还是会很开心。OK， 你还是会去做你留在原地该做的事情，可是你可能内心都会有，不管你是选择留或者是走。OK 好，你内心都会想，我留在这边，我又开始在那边想，哎呀，我这些所有盖下来的圣杯，就是我放弃的这些选项，哎呀，你看你在这边吃手手，真的是好的吗？好，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有点像错综复杂的一个情绪感受哈。比如说呢，你留下来，你很认真继续经营这段感情吧，继续经营这个店铺吧 ，OK，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啊，可是午夜梦回，我想一下，我是不是应该真的去开发新产品啊？好，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去开发新产品，或属于离开把你的家人先放在原地的那一派，你会很开心，你会觉得说哇，我觉得呢，我终于找到我热情奔放，我想要去点燃更多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地方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又会去想一件事情 ，OK， 那是不是代表我选择了这个，那我放弃了那个？有点像说，我选择了去拓展我新的产品，那我可能放弃了原本安定的稳定的收入，或者是我选择了我要去其他国家发展。我放弃了跟我家人相处的时间，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选择哪一派这个东西都会在这里的。OK 好，所以呢，你还有一张牌卡是这个钱币1。OK 好，这个钱币1呢，我个人会感觉这个是在提醒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你手上呢手就这么大，你只能捧着一颗你认为最珍贵的宝物。OK 好，所以在未来，不管你选择去或者是留，你都必须要把你最后选择的这个东西，能够让它开枝散叶。不然呢，说实在的，你就这边白挣扎了，你就在那边白思考了，然后也白谈一场了。那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这个宝剑5。OK 好，这个宝剑5呢，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的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这边有几派的讯息，我稍微都提到，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请你筛选你觉得认为适合你的就好。某部分的摩羯座的朋友们你们呢在做完这个选择之后你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又做错一个选择了
所以你可能还是会在后悔，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哈？这个心理的挣扎还是会有的，但未来还是会有的。OK 哈，所以我才会说，你后面这一块的能量场哈，可能要花一段时间。这是第一派的摩羯座。OK， 第二派的摩羯座的朋友们呢，是我个人会感觉，你后来发现，这一条路好像不太对，我发现不行哦，我发现我把全部的钱都了 Loki 了哈，忽然发现说，我的天哪，没想到成本要这么巨大，你反而呢要有一点伤脑筋，在思考 ，OK， 既然我已经选择这条路了，我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OK， 所以后面有一些比较实质层面的东西，你是必须要能够去解决的。OK， 好，因为呢，你注意看到这个人呐，他的头上啊就是这些乌鸦，哈，那这个东西有一点，我刚刚讲的那第二派的这个摩羯座朋友，就有点像说，好啦，那我们这些乌鸦哈，现在帮你把这些线拔掉啦，你呢选择了你要离开，你要去闯一番哈，接下来呢这些东西才真正是你要去烦恼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啊，你不管选择哪一派，你们这边的情绪都有，我都尽可能去提到它。那第三派的摩羯座的朋友们呢，我个人会认为哈，你来到这个状态当中，你会有一点点高处不胜寒，就是你虽然对这件事情你的选择很有热情，可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点高处不胜寒或别人不理解的地方，这个部分呢，只能靠你自己去做一个消化。好不好 ？OK 哈，因为我觉得你之所以为什么会感到高处不胜寒，那是因为你很忠于你自己的心去选择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别人不一定会跟你有相同的立场或观点去理解你的做法，但是你要能够理解你自己跟支撑你自己，好吧 ？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宇宙验证牌卡，好不好哈？那宇宙验证牌卡呢，我会建议你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呢，都可以来看一下 ，OK 哈？你看你的牌跳出来很快哈，好，来，那这些牌卡呢，有些时候也会提醒我们摩羯座的朋友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症结点啊，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钱币4，你看哦，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为什么每次我在解一些牌卡，我会用特定的文字去做叙述，这个就是天使跟宇宙希望我传递给你的讯息。我刚刚有说了，这是一个命运之轮，可是它其实象征的是钱币4。对吧 ？OK， 好，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的权杖4跟你的钱币4是你巩固的东西 ，OK， 这是你架构起来的，你喜欢的，你想要扶持好的，你想要挂在身上的，甚至这些东西哈，有一点像说给你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目前在过去能量场的一个状态 ，OK， 就是因为如此。非常的稳固，你也拿捏得很好，然后呢，你也很喜欢这样的头衔。比如说，假设好了，你喜欢别人说你是卖那个什么食品的老板，结果你现在想要去拓展什么化妆品产业哈，类似这样子 ，OK 哈。这个钱币1啊，其实象征的就是你的名分，也有可能你是在这段关系当中，比如说你是先生或你是太太。这样子 ，OK 哈，所以这样子非常稳定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在你过去的状况当中，我就有说嘛，很好啊。但是重点是你去想哦，这个左右两边你都是拿得很好，然后你的脖子上也带着一个名号，但是你头上呢，其实这边有一个钱币，这个钱币呢，是你未来的这个钱币 ，OK 哈？那为什么它在头上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你的想法，这个是你所谓这个宝剑8，你想要突破、想要扩展、想要去发展的这个潜力或选项 ，OK 哈？所以呢，我才会说啊，你在衡量 ，OK 哈？我要继续在这个跟我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当中继续合作嘛？因为这3个钱币象征的就是合作，头上的这个象征是你未来所选择那个钱币1，所以来到现阶段的这个能量场，你抽到的是月亮牌卡。OK 哈，这个月亮牌卡我刚刚有跟你说了，这边会有一只狼在哀嚎。OK， 你自己心里的情绪，你知道会造成的震荡，你甚至会去感受到这些所有。如果万一你做出选择之后，这边不是只有你，还有对方可能要去收尾，可能要去排解，可能要去担忧的地方，这个都是你现在正在思考的。OK， 还有一件事情，这张牌卡象征的也是梦想。OK， 你当然也会去盘算一下这个梦想值不值得你去闯，因为呢，这个是要你放弃这些所有的钱币4哈，就是放弃你这个本来也很稳固的一个状态 ，OK 哈，然后凌驾于之上，然后可能要去赌一把、冲一把啊。重点是我先跟你讲哈，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啊？哈，你自己心里也是有点紧紧张张的 ，OK 哈，好。但是呢，来到这个挑战牌卡圣杯8的时候，你的验证牌卡是这个 High Priestess，OK 哈，也就是这个女祭司 ，OK， 这个哈，我可以跟你说，你这个女祭司手上带着一个骷髅头哈，这个象征的意思是说，我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象征的意思，我必须要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切割。OK 哈，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在做这个切割的时候呢，你看你头上又有一个这个钱币，这个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你抽的牌卡上面头上都有一个圈圈。
OK， 所以我才会说，我感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钱币一对你来讲很重要。这个可能是过去已经谈过的，但是这次可能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是正式要去做一个突破的。OK 哈，然后呢，这边是有一条蛇缠绕在你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想要或这个动力的驱使或这个渴望，会非常有可能会让你是做出决定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一个因素在里面。OK 哈，好，所以呢，这个女祭司是要告诉你，你必须要冷静沉着的去思考，要留或不要留，要拿下或不拿下，要不要冒险一下，这个都是你2到3周的挑战。那在未来呢，你抽到的验证牌卡是圣杯3，那这个圣杯3加圣杯7象征的是圣杯10。OK 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你开始找到了你想要适合的，会让你开心的这个决定。OK 哈，但是呢，这个非常有机会。为什么我刚刚会讲哈？这边哈就是要跟你解释2派人马，去或留哈。你如果是留下来的人呢，我个人会感觉你们之间的状况会更紧密。这个是一个圣杯3。如果你们是选择离开的人呢，这个是圣杯10拆火了。OK， 你想要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一个选项。OK 哈，甚至你想要去选择适合你、让你开心快乐的这个梦想。OK 哈，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你看哦，又是圣杯7哈，圣杯7验证圣杯7好来，然后来验证你的宝剑5。OK， 为什么圣杯7会在这边？你看哦，这圣杯7这7个是倒下来的，这7个是往上站好的，所以我才会说，刚刚为什么我要跟你解释哈？你真正选择离开去追求梦想的那一派的人呢，你有很多东西要去发落的。OK， 你有很多东西要去克服的。那留下来选择留下来那一派的人呢，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圣杯7去填满？那这样子，我跟原本留在这个状况当中的人数，我们才可以凑成这个圣杯10。所以呢，你的牌卡之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解，就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状况存在，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个钱币4很重要，这个圣杯7很重要。还有一件事情哈，一旦当你选择之后，这个圣杯7也象征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能够心无旁骛，朝向你想要去的那个方向或做的这个选择。OK 哈。好，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要给我们摩羯座的朋友们，好吗？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OK， 好嘞，这张牌卡呢是早安啊，这张牌卡呢其实是要告诉摩羯座的朋友们哈，这一张呢你可以注意看这个人呐，他是住在这个海里的，他的窗户旁边是海底的啊，但像是一个美人鱼住在海底。他们要我提醒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这个 morning 呢比较有一点像是说呢，我觉得吧，我这样讲好了，这个讯息有点像是。你如果想要怎么样去开启你的旅程，你必须要能够先向下扎根，你必须要去探索，你必须要去向下扎根，你必须要能够去付出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的机会成本。这是这一张牌卡要我告诉摩羯座的朋友们，因为你去想哈，这个海啊是无边无际的，而且大海是非常深的。OK， 你必须要沉到这个海里，你才知道大海有多深，你才知道大海里面有什么样的生物。所以他们说，如果假设你要去做出离开的这个选择，意思是说，你过去曾经投入的这些东西，你不要了。你要去那边的哈，你必须要先去做一个探索，做一个收集资讯，或者是去那什么，去了解这整个情势状况。在未来，如果你做了这个选项，大概会怎么样？所以他们说这张牌卡是要告诉你这个印象。还有另外一个呢，他们也有告诉你哈，你看哦，你的潜能是无限的。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哈，你为什么会在这边挣扎啊，会在这边纠结啊？这3个人啊，其实象征的也就是这个圣杯3。OK， 好，你可以看到，这都是互相对应的，所以我会感觉这个圣杯3跟这个圣杯3有一点像是说，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你的幸福快乐？因为我感觉哈，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你的能量场的时候，你的幸福快乐在针对这个事件上或针对这个交手相关中国人数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是说你在这一段关系或在这个合作或者你在现在的发展不快乐，而是说你觉得这些我知道我很爱这个人，我很热爱我的事业，但是我想追求另外一个可能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快乐。所以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这个拉扯哈，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去克服的，还有需要去厘清的，还有需要去探索的，你才会知道你真正想要的这个圣杯3是什么，你想要巩固的这个钱币1是什么，好吗？摩羯座的朋友们 ，OK 哈，好，感觉呢是有一点蛮有挑战性的2到3周，希望摩羯座的朋友们可以顺利破关，好吧 ？OK 哈，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要给摩羯座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也非常感谢摩羯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们会喜欢。